朋友们，你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啊？今年 A 股的某些板块涨得飞起，像 AI、新能源、消费电子，动不动就涨个10几、20点。但是商品市场呢，只反弹了一小段时间，又沉下去了。很多朋友就迷惑了，难道全球经济真的复苏了吗？那为什么商品没涨？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就来好好讲清楚商品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启动，它和股市有什么本质的不同，普通人该如何判断入场的时机。很多人以为啊，股市涨了，商品肯定得跟着涨，其实这是个大大的误解。你看呀，今年沪深300上涨超过了20%，较2024年最低点涨幅呢超过了46%。但是南华商品指数、原油、铜、玉米这些商品只是局部反弹，白银有一波涨幅，但是属于结构性行情，并非全面的商品牛市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很简单，股市讲的是预期，商品要的是兑现。首先，咱们得把商品这个词的概念拆开来看，它包括能源商品，比如原油、天然气；贵金属商品，像黄金、白银；有色金属，铜、铝、锌、镍；农产品，大豆、玉米、小麦；农副产品加工业原料，生猪、橡胶、棉花、化工品。每一类商品启动的逻辑都不一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你如果说商品没涨，那我就得问了，你是说原油没涨，还是铜没涨？是说玉米没涨，还是白银没涨？比如今年白银就有一波像样的涨幅，但是如果你只盯着铁矿石、原油，那确实是涨不动。那什么时候商品才会真正好起来呢？商品行情的启动必须同时满足3个关键的条件。第一就是资金逻辑要宽松，比如全球进入了降息周期，资金从债市、股市流入商品，或者出现了对抗通胀的需求，资金配置黄金、原油等硬资产。第二就是需求逻辑在变化，经济真的复苏了，订单回来了，工厂排产恢复了，全球制造业补库存，这才是真实需求带动商品上涨的信号。第三呢，就是要有供给逻辑，要受限，比如说地缘冲突啦、减产协议啦、极端天气啦、矿产资源短缺了，导致供给端无法及时跟上，那只有这3者合一，商品才可能走出全面牛市。你说现在是不是这样的3合1状态呢？显然没有。目前资金面是局部宽松了，但是需求呢，只能说恢复了一半，供给没有真正的紧张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某些板块的交易性机会，而不是系统性的商品行情。股市可以靠讲故事、靠预期、靠情绪就涨起来，但是商品不行，它必须靠硬数据、靠供需失衡才能动。股市可以提前透支未来，商品必须落地兑现过去。我们可以理解成股市叫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商品呢是农夫看到粮仓空了才能行动。所以在经济周期当中，股市往往先涨，然后才轮到商品接力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现在是商品的悄悄布局期，不是爆发追涨期。如果你相信未来会出现全球降息浪潮持续蔓延，加经济进入加速回升的阶段，加某些资源供给偏紧，库存下降，那你现在可以开始做这2件事儿。第一，定投商品类的 ETF， 比如说黄金 ETF、白银 ETF、商品指数 ETF。第二，跟踪期货贴水升水，库存变化，基差信号，判断是否接近供需的反转点。如果你有更强的交易能力呢，也可以少量参与期货或者是期权对冲，当然那是更高阶的策略了。现在可以说是商品在低估值加被忽视的前夜，适合稳健布局，等待启动，不适合追涨杀跌。当资金开始寻找硬资产，需求开始追着原材料，供给又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商品的主升浪就要来了。商品不是天天有行情，但是一旦来，那是极具爆发力的周期性资产。接着我们就来讲讲非常实用的一个话题，普通人怎么参与商品的投资，特别是黄金、白银、原油这3大类热门的商品 ETF， 有哪些关键的要点和避坑的技巧呢？大家记住我总结的这句诀窍股票看估值，债券看利率，商品看供需。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，商品市场往往是最难懂也最容易踩坑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从 ETF 这个对普通人最友好的入口开始讲清楚。ETF 可以说是一种更稳健、更适合长期持有的配置方式，尤其是在你判断未来存在商品上涨的趋势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它作为资产配置的一部分。咱们先说一个大原则普通人不要轻易碰商品期货，除非你是职业的交易员。
商品期货的杠杆高、波动大、结算机制复杂，稍有不慎就会爆仓。那咱们接下来看看呢，黄金、白银、原油3类的 ETF 分别的区别和适用场景。首先看黄金 ETF， 它适合保值避险，在地缘冲突发生的时候、美元贬值的时候、通胀上升的时候表现最好，适合长期配置，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资产稳健型的配置，波动相对较小，但是容易受到美元和利率的影响。黄金 ETF 本质上呢是间接持有实物黄金，趋势稳，当然可能缺乏爆发力，它属于慢牛资产。咱们再来看看白银 ETF， 它波动大，弹性强，经常涨得比黄金还猛，当然跌得也狠。它既有贵金属的属性，又有工业属性，它能和新能源光伏行业相关性很高，也容易被情绪带节奏，最怕追涨杀跌。白银适合有一定风险承受能力，希望捕捉周期反弹机会的投资者，只适合用小仓位博弈。那原油 ETF 呢？它反映的是全球经济热度和地缘政治的变化，涨跌受到宏观影响很明显。注意原油 ETF 不等于原油的价格，很多 ETF 它跟踪的是期货合约，不是现货油价。而期货呢有换月损耗，持有的时间越长，损耗越大。所以原油 ETF 适合短期博弈热点，不适合长期死拿，也不适合作为避险工具。怎么选商品 ETF？ 要看这几点。第一，你看它跟踪的是什么；第二，看它是否有杠杆，是否有反向机制；第三，看是否贴近你的实际投资目的。如果你是为了避险，那你就选黄金；如果是为了博弈弹性，选白银；如果是为了短期蹭热点交易，那可以选原油。目的不同策略不同。第四是现货指数、期货指数、主力合约、持仓结构呢决定了风险属性。第五，很多商品 ETF 是2倍做多、2倍做空的，要特别小心。这些不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持有。最后呢，还是要提示大家风险。第一，黄金 ETF 可以定投长期配置，特别是在你的避险资产桶里面，它是你对抗系统性风险的压舱石。第二，白银 ETF 不要梭哈，它可以在商品拐点布局小仓位，捕捉波动。如果你看到光伏、科技行业有复苏的迹象，那可以考虑左侧低配。第三，原油 ETF 不建议长期持有，多数是期货的滚动合约，长期持有反而会亏损，除非呢是中短期的投机。第四，尽量选流动性高的、信息透明度高的 ETF。第五呢，用比例控制你的风险。商品 ETF 在你的总资产的配置中不应该超过10%到15%，除非你是专业的交易员。总之商品投资要赚的是供需错配的钱，不要赌别人没看懂的什么天机。ETF 可以说是对小白友好的投资工具，黄金可以定投，白银要择时，原油要快进快出。如果不懂可以先学，不懂不投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